Hello，我是大脸喵。那上期的视频中呢，分享到了用参数控制网格的密度。这期的视频继续分享后面的材质的相关设置。下一步呢，就是要把顶部花纹条的图案加入到材质中。那这里呢，就要用到第一张阿尔法图了，就是这张图。上期的视频里呢，也提到过，用来把丝袜顶部花边的部分区分出来。接着呢，把这张图拖进来，先把丝网图利用 1-, 翻转一下，右键选择预览模式。那黑色的部分呢，就代表着皮肤部分，也就是要利用这张图在刚才的丝网图上抠两个长条形状出来，这样呢才能放顶部花边的图案上去。L 加鼠标左键创建一个 lerp 节点，还是这个节点。那这个节点真的是用的非常多。先把阿尔法图连到阿尔法这里，然后把上面连到 A 这里，右键预览一下，这里呢应该是黑色才对，所以把下面 B 这里的数值变为0，因为1代表白色，0代表黑色。整个这里的意思就是把丝网图片的长条形状的部分变成了黑色。接下来就是要用到花边图案了，就是这张图。这里呢，其实跟刚才处理阿尔法图的方式是一样的，还是通过 lerp 把花边图案再给加到这张图里去，把花边图案拖进来。L 鼠标左键创建一个 lerp 节点，花边图案呢还是作为阿尔法连到这里，把之前 lerp 过的图案连到 A 这里，右键预览，把 B 的值改为1，因为花边部分呢要是白色的才是对的，花边的部分就完美的加上去了。接下来要加一个参数来控制网洞的透明度。A 加鼠标左键创建一个 add 节点， S 鼠标左键创建一个参数，那它就是用来控制网洞透明度的。然后再把这两个连在一起，默认数值呢给个 0.2， 然后参数这里呢不要忘了归类。最后再把它连到之前丝袜颜色和皮肤那里的 alpha 上，点击 apply 看一下效果。那这里的颜色是反了这个呢很好修复。如果遇到这个问题，只需要把皮肤的颜色和丝袜的颜色调一个位置就好了。再次点击 apply， 这次的效果呢就是正确的了。那子材质这里呢就可以用这个参数来控制丝袜的透明度了。那如果出现负值的时候呢，就会出现这种很诡异的效果，所以材质这里呢还需要做一下处理。直接拖拽出来搜索 SA， 选择 Saturate， 那这个节点呢可以把数值控制在0到1之间，然后再把它连过来，点击 Apply 保存。刚才的诡异效果呢就消失了。然后我这里是希望这个总开关在最上面，这样呢有个先后顺序，方便调整。回到材质这里呢，这个参数的左侧这里显示的是32，主开关左侧这里呢显示的也是32，把这改成31，保存一下，然后这个参数的顺序就变过来了。继续回到丝袜这里，那这里的材质上面呢多出来一块，要想把它去掉的话，这里就需要第3张图了。那这张图呢就是配套的花纹条图案的外轮廓遮罩。接着呢把这张图也拖进来，右键搜索 Subtract 减法节点，那用整个的顶部遮罩减去花纹外轮廓的遮罩，这样呢就得到了想要去掉的这个部分。然后再利用 1-, 翻转一下，就把这个图案呢变成了黑色的了。因为黑色部分呢代表皮肤，白色的代表丝袜部分。剩下的就是要把这个图案和之前的阿尔法联系起来。M 鼠标左键创建一个乘法节点，把这两个连在一起，预览一下，可以看到呢顶部那里就变黑了，也就是皮肤就露出来了。最后
把结合好的一起连在 Saturate 这里，保存一下。可以看到上面多出那块图案呢就不见了，基本上这个丝袜的材质的主体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我对刚才整个的 Alpha 部分做了一下整理，这个看起来太乱了。整齐的排列呢，有助于捋清整个材质连接的思路，后面修改或者再次查看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。整理好了以后呢，选中所有节点，按键盘 C 键，这里呢可以加入描述自己可以做个记录，描述一下这些节点是干啥的，清晰明了。那拖动这个框呢，就可以拖动整个节点，非常模块化，非常 nice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就是整个材质的核心了。只要是想清楚了，还是没有那么复杂的。然后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，那当我调成黑色丝袜的时候，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，这个怎么袜子会有高光呢？像塑料一样，这个很不科学。所以这就是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，也就是说，当开启丝袜的时候，丝袜部分的高光要关闭，那关闭丝袜的时候呢，高光部分要恢复到皮肤的状态。回到材质这里，那高光这里之前呢，只是做了个简单的参数连接，要实现刚才的目的，也需要给高光这里呢加一个开关节点。选中之前的开关节点 Ctrl+C、Ctrl+V 复制一个出来。条件呢还是是否开启丝袜，那不开启丝袜呢，高光就是走 False 这条线。开启丝袜的时候呢，就要关闭丝袜部分的高光，这里呢还是要用到这张图去做遮罩，才能关闭高光的效果。然后还是要用到 Lerp 这个节点，刚才做减法生成的这个图案呢，就作为这里的 Alpha。高光参数连到 B 这里，右键预览，这个呢就是想要的效果。因为对于高光来说，黑色代表无高光，白色代表最亮。其实这里呢并不是白色，而是灰色，也就是皮肤的高光数值。那把默认数值变成 0.2 呢，就变得更灰了。最后连到 True 这里，也就是开启丝袜的高光了。接下来粗糙贴图呢，这里也是利用同样的方法，复制一个开关节点过来。那这个做了减法的节点的距离呢有点远，一般这种情况呢，我在连接线上双击的话，就可以创建一个拐点。当我移动这个点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调整这条线，方便整理。接着从这儿拖出来，搜索 RER， 选择这个 Reroute 节点。那这个节点呢，跟刚才的拐点的作用是一样的，就是作为连接点的延伸。那如果想连接的点的距离比较远的话呢，就可以用这个节点。然后先把丝袜的开关连接过来，不开启丝袜就是走 False 这条线，连接到 Roughness 这里。接着复制一个 Lerp 节点，刚才延伸过来的节点连到 Alpha 这里，然后 Roughness 这里连到 B 上。右键右预览。对 Roughness 来说呢，白色代表没有高光，黑色代表特别光滑，和 Specular 是相反的，所以呢，这里需要把 A 这里变成1。这个呢，就是想要的效果了。皮肤部分有高光，丝袜部分呢是白色的，没有高光。最后连接到 True 这里，保存一下。那等我再开启丝袜的时候呢，刚才的那个塑料感就没有了，只有皮肤的部分有高光，丝袜的部分呢就是这种绵绵的感觉了。然后把材质这里呢整理一下，把不同的部分添加不同的描述，比如粗糙贴图的部分呢，我就描述为粗糙开关。然后其他的部分呢都是同理，比如高光啊、发线啊、颜色等等。这样分块标注呢，主要还是为了条理能够比较清晰。那下一步就是要把一些图片变为参数了，这样呢就可以在子材质上自己配置图片了。在丝网图上右键选择变为参数，给一个容易区分的名字，接着顶部花纹外轮廓遮罩，右键变为参数，给一个合适的名字，
顶部花纹图案同样右键转为参数，命名，还有不要忘了把这几个材质都归类，最后保存一下。那子材质这里呢就出现了刚才的3张贴图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去修改丝袜的效果。到这里呢，这个丝袜的材质就设置的差不多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。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呢，还可以自己去设置一下。最后做几点补充，那这个材质呢能覆盖很多的组合，不是说只有这种比较花哨的丝袜。那普通的丝袜呢也是可以的，只需要换一下材质贴图就可以了。那对于普通的丝袜来说呢，这个丝网图就是纯白色，换上去呢就是普通的丝袜。上面的这个白边其实也是一样的，就是把复杂的花纹换成长方形，那把它替换上去呢就是普通丝袜的效果了。那如果觉得这个白边太过于白了，可以在材质里去增加设置。那找到顶部花纹的图案 M 鼠标左键创建乘法节点， S 加鼠标左键创建一个参数来控制这张贴图的强度。默认数值呢给个1，把这2个结合在一起，最后连到阿尔法上，不要忘了把参数归类，保存一下。在子材质里呢就可以调整顶部材质的强度了，也就是说这个材质呢它是很灵活的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需求去做相应的修改。然后就是如果不喜欢这种肌肉的线条感，也可以在材质里去做相应的设置的。来到发线这里呢，右键搜索 FLA， 选择这个节点， S 加鼠标左键创建一个参数，那默认的数值呢保持0就好了，把这个和发线贴图连在一起，最后再把它连到材质的发线节点上，那保存一下。在子材质这里呢，这个参数设为1，就可以看到完全没有了刚才那个肌肉感了。最后呢再说一下贴图，因为这2张贴图呢是一套的，为了节省资源呢是可以把它们变成一张图的。在 PS 里新建一个文件，那这个文件呢要和这2张图的尺寸是一样的，这样呢方便制作。然后单击红色通道来到花纹图案这张图， Ctrl+A 全选， Ctrl+C 复制，回到空白文件 Ctrl+V 粘贴过来，继续单击绿色通道来到另一张图，还是一样 Ctrl+A 全选， Ctrl+C 复制，回到空白文件 Ctrl+V 粘贴过来，然后点亮眼睛点击 RGB 这里，这样呢原来的2张图就变成了一张图。接着呢就可以保存导出了，把刚才导出的那张图呢拖进来，拖到材质里。如果需要使用这张图的话呢，就需要对材质做一些修改。这张图就是花纹的轮廓遮罩，那我是放在了 B 通道，所以用这张图的 B 通道替换原来的图。然后另外一张图呢是顶部花纹图案，那我是把它放在了 R 通道，那这里呢就用 R 通道替换原来的图。这样一来呢，这个材质就又精简了。右键转化为参数，给个名字，给参数归类，那原来的2个贴图呢就可以都删掉了。保存材质，最后的效果呢是一样的，只是以后只需要换一张图就可以了。那到这里呢，丝袜的材质就分享的差不多了。在 UE 里呢，设置材质是很灵活的，那每个人需求不一样，没有正确与否，只有合不合适，需要根据项目的要求或者自己的需求去制作。当然呢，肯定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制作这个材质，我这里呢也只是分享我制作的思路。总之呢，感谢大家多多支持吧。那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的你，我们下期见。